大家好，我是圆圆。我今天和 Becky 在一起。我上个礼拜我去了金门，然后我其实买了好几个金门的特产。然后 Becky 是我们今天的专家，知道很多关于金门的。首先有这个东西，贡糖。所以贡糖是花生糖，花生糖。糖果小的时候我们都会吃贡糖，那很久很久以前的贡糖呢，不是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包装，所以我最记得我小时候吃的贡糖呢，它是用竹子的叶子包的，打开来里面有2颗，外面呢也是用纸张把它包起来的，所以像这种现代化的包装，我小时候是没有的。都是纸张做的，对。也吃一下，我真的喜欢贡糖。你喜欢吗？超级喜欢。花生我真的特别喜欢，花生还有芝麻，2个很喜欢。这个我觉得在1天内我可以吃全部，但是不健康，要变胖。贡糖有很多种做法，有一种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竹叶贡糖啊，它通常都会有一点咸甜的，所以你吃的时候，除了花生甜的之外，你还会吃到一点点咸的味道，有一点咸的那个口味就会更丰富。那这只是其中一种贡糖，有一种贡糖叫做猪脚贡糖。OK。它是贡糖外面就包了一层软的糖果，看起来很像那个猪脚啊，所以贡糖有很多种形态跟很多种名字。OK， 所以你可以下次再多买一点。好，下次买很多。花生酥，喜欢，很好吃。那接下来呢？好可爱，很可爱，对。金门风狮爷。风狮爷不只是金门，其实还有冲绳，还有几个地方。其实发现海岛地方的风俗民情还蛮接近的，就是我们到 Okinawa 冲绳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的风狮爷很可爱。那金门跟 Okinawa 不太一样，就是 Okinawa 的风狮爷常常都是一对出现，然后很可爱，有公有母这样一对。那金门的风狮爷原则上都是公的，然后他们都会带着一个红色的披风。那它主要我听说是因为金门其实风沙大，所以呢会有风狮爷，就是意思说来镇住这个风这样子。那几乎像我们有时候每个自己村庄门口大概也会有自己的风狮爷，然后可能还会有个妈祖庙，因为金门靠海，所以呢其实金门的人出海的人非常多，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地方。那风狮爷啊，其实我连小时候要考试联考也会去，对，也会去请个像这样小风狮爷放在家里。那风狮爷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种不同。其实它也除了镇住风之外，它开始有其他功用。有的风狮爷会拿着笔呀，或是拿着书啊，拿着印章啊，对，那都各有不同的意思。这样开始有一些衍生的，类似让人祈求保佑的那个功用。来看看这个风狮爷拿的是什么？他有一个球。他是拿着一个球，但是他左手拿着一个好像一个袋子。一个整个对，所以每个风狮爷其实都可以细细的观察他手上拿的东西是什么，也许它是各有不同功用的这样。其实我房间也放了一尊风狮，也是拿着笔的。不是啊，对，金门我感觉很多，红绿灯的时候旁边都有。金门的风还有沙很多，是不是因为树没有那么多？对，所以金门的土啊，它有一个特别的特性，它就是那个沙地很适合种芋头，所以其实呢，从小到大，我爸爸就是唯一吃的芋头呢，其实最好吃的芋头就是公认最好吃的芋头就是金门的芋头，是哦，尤其是小金门。好，那我们要换到第3个东西。问你 Becky，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对，没错，猜到。你带这个怎么坐飞机的呢？用托运的。要用托运的。我放在内裤。
没有人发现的，没有，他们说托运可以的，所以我买了一个小小的菜刀，很小哎。所以 Becky， 你知道关于菜刀吗？我有听说过，就是金门的菜刀，因为那个时候金门其实算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最前线。然后如果你到金门，其实小金门跟厦门几乎就是人家说鸡犬相闻，就是早上可以听得到小金门的公鸡叫，这样子这么近的程度。那个时候就是还在戒严时期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有听过单打双不打，因为就是因为双方互相投炸弹、投文宣品啊，什么对岸的同志投降吧这种东西进行的太频繁了，到最后变成大家有一个协议，就是13579的时候我们才打，那246大家可以休息，恢复正常的生活。是啊，那对，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单打双不打。那打的时候呢，就会解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在1994年或91年去金门的时候，小金门很多地方还是没有路灯的，因为他们有宵禁。晚上的时候，你只能拿着手电筒在路上走。那宵禁的时候，其实一旦宵禁了，大家不但要回到家里面，然后要把门窗关起来，甚至家里都不敢点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对方会炮弹攻击的时候。那也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炮弹，其实呢，我们就到后来双方没有互相在打仗了。那他就送给就是中国大陆送给金门的炮弹，其实就被拿来很好的利用。就是拿来做这个非常坚固的菜刀。现在的菜刀不一定是用那个时候的弹壳吧？也许不是，因为虽然那个时候对方送的我们就是中国大陆送给我们非常多的弹壳，但是我想经过这么多年，也许应该也用的差不多。对啊，可能没有那么多啦。可能没有那么多。对。菜刀还有这一个小小的。OK， 你家里有吗？很特别的是，我家里没有，因为我爸爸呢，就是大概就是在823那一年打得最疯狂的时候，我爸爸跟我阿公阿嬷呢就来台湾，就是等于依亲我的姑姑跟我姑丈，所以那个时候就来了。那后来呢，就没有再住在金门了，所以呢，那其他的亲戚如果来台湾来看我们啊，都是带贡糖。所以我们都没有收到菜刀过。贡糖比菜刀好吃很多。好了，包起来。要小心。那现在就剩下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有名的，当当。所以高粱我查到的是它是来自一个植物，但那个植物我没有看过。就是叫高粱，它叫高粱。所以如果你有到大金门，可能比较看不到，但是在小金门有时候，因为小金门的人不多，所以有时候你走在路上会发现你走不过去，因为大家都在大马路上晒高粱。所以高粱，如果不住在台湾的人可能不太知道，它是一个很强的酒，这个是58度，58度很多很多，其实而且它外表看起来就像水一样，它是属于蒸馏酒的一种，像水一样。我会一点点看看而已。好，你喝喝看。它有味道吗？它很呛。然后但是其实喝进去可能没有味道。那我现在要喝一点。有点多，我觉得可能你可以的，可能喝不下啦。好啦，我试试看，哇，真的很强耶！太厉害了！我们通常都是就是一般的小杯子，一次喝一杯。我们的金门乡亲也是用那个小杯子。是哦。好啦，开玩笑，其实我刚刚喝的都是水啊。YouTube 可以骗你。那我喝一点点看看而已。慢慢喝。很呛。哦。那个不是我很喜欢的，觉得太强。
对，不过因为啊，其实金门高粱要好喝啊，就跟所有酒一样，就是要放酒，所以有一个名词叫陈高，你有听过吗？陈高，陈就是很久，陈年高粱，陈年的高粱就会没有你刚才喝的那个很呛的那个地方，但是只剩下后面很顺的那个地方。哦，对，所以你这一罐买回去，你把它放好，藏在你的床底下，20年以后拿出来。床底下，一定要放在床底下吗？因为通常都是人家都说埋在土里，但是你可能没有土地嘛。OK， 你藏在床底下，20年以后你再拿出来喝，超好喝的。是哦，好，好，那我觉得今天的影片差不多，谢谢 Becky 介绍了金门的名产，谢谢委员邀请我来，然后希望大家有空多到金门玩哦。金门真的很好玩。其实我跟你们说，我去了金门2天，我真的后悔只有去2天，真的太多很有趣的。好，谢谢大家收看，我跟你们说下次见，拜拜。